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远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运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美军在伊朗的这一场搜救行动啊，被川普形容是大胜利，很值得拍成电影。但是我们来看到啊，这背后呢也有其他的阴谋论哈。好，首先呢就是这个4月5号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到啊，伊朗呢就是对于要对这个搜救行动的美国军机啊，也是进行了一个反制措施。哇，这一来一往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吗？好，我们来看到4月5号凌晨的这个伊斯法罕省啊，美军出动了数架的攻击机去发动袭击。那么伊朗的部队呢，随即啊就跟对方的战斗机啊、直升机、武装无人机、支援机展开了直接交火哦。好，伊朗部队啊就使用了扛肩式的飞弹，击中了一架美国军机。但是啊，这个部队马上又遭到了美军的其他军机锁定，集中火力反击，导致呢有4名的伊朗军官当场阵亡了。但是呢，伊朗的军官啊使用这个扛肩式飞弹的时候击中的美国军机呢，他们也捡到了这个军机上面的文件，显示呢，确实有这个美国空军的少校击落的飞机里面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文件。好，但是啊，要进行这场搜救行动哦，其实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西班牙啊全面禁飞，还有法国啊、意大利等国呢，也都对于军用飞机实施了飞行限制。所以啊，在英国基地的美军轰炸机想要去救援啊，还要大幅的绕路啊，绕一大圈这样子往下绕。所以呢，原本是只需要10.5小时往返航程呢，硬是被拉到了18小时哦，还必须要完成多次的空中加油，让机组人员是长期处于一个极度疲劳的状态。所以为此呢，美军的飞行员从英国基地出发前呢，竟然还要去服用药物，去服用兴奋剂，来让自己保持清醒。这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也非常的疲累哈。但是呢，我们的川普怎么样？他还是认为这场搜救行动非常的胜利，同时他也觉得是有没有人先告诉了其他人，告诉媒体我们的军官被掳了呢？好，所以川普很生气啊，他说呢，有媒体抢先报道了一名空军军官在伊朗失踪，白宫全力追查这个。谁告诉了媒体这个泄密者？警告啊，相关的记者啊，如果你拒绝交代消息来源的话，你就等着吃牢饭吧！哈，他把凡事呢都怪给媒体啦，就是认为媒体呢不应该去报道这个损害我们的行动的这些新闻了哈。但是呢，这场行动也被人家说呢，好像是有一些其他的目的，因为啊，川普说美军在营救首名飞官的时候呢，出动了21架军机，但是呢，在营救另一名飞官的任务中，动用了多达155架军机耶，所以这一波的营救任务中呢，出动了数百名的美军，这个数量非常的多。我们跟什么比？跟这个1980年的鹰爪行动来比哦，当时呢是出动了3架的 NC-13洞，还有8架的直升机，以及132人的地面部队。那其中呢，大约有93名的三角洲士兵来负责突袭驻德黑兰大使馆。那另外呢，还有13人的特种部队救出的小队则是负责呢来突袭伊朗。好，所以呢，这两个相比起来，出动的兵力是不是差太多了呢？所以专家就说为了救一名飞行员而出动数百人的大部队，就军事行动的合理性而言，不太可能所以啊，他怀疑美军呢可能是在伊斯法罕极有可能进行别的行动，但是搞砸了，所以最后才说我们是去救兵官的。而且对此呢，这个伊朗的外交部也说美国近日在伊朗执行的飞行员搜救行动可能只是掩护这一场任务呢，实际上是要窃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这么一说，可能是真的有所本的哦。因为这个我们来看到网络上推测的这个降落地点，美军的降落临时地点呢，和接到飞行员的位置呢，是距离了20多的公里啊。从直升机接飞行员的角度去考虑大约10分多钟呢，都是属于正常的范围，搜救范围。但是呢，实际搜索中心却在200公里外耶。由于呢已经发现了这个弹射座椅，而且飞行员只步行12公里，即便是朝着临时的着陆点步行，也只减少到这个188公里。
完全不合理啊！怎么会降落在一个距离这么远的地方，就说要去救这名飞行员呢？好，于是大家就发现了，他们降落的地方啊是一个废弃的机场。从这个坐标啊出发，大约向北偏西，大约要36到40公里呢，其实就是伊斯法罕的什么核设施啦。所以从距离上来判断呢，这个临时起降场呢，更像是去夺取浓缩铀，不是去营救飞行员。好，另外很诡异的还有什么？还有美军这2架这个 MC-136J 运输机自毁。好，我们看到这个修正后的这个合成影像哈，两架的运输机呢，它呢是着陆在这个砾石地，而不是泥巴哦，没有陷入到泥巴里面，就代表说它还可以飞啊。那为什么要自己炸毁呢？而且啊，一般呢也不会用这样子一架故障的飞机阻挡另外一架飞机，这样子2架的重叠的方式来进行这个降落。所以到底是不是说，其实他们有另外的任务，但是因为搞砸了，所以只好自己去炸毁这2架运输机呢？好，这场搜救的阴谋论真的是非常多。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我们先要肯定啊，这位飞行员啊，他沉着冷静啊，马上脱离他的这个降落伞的座椅啊，脱离了12公里，而且躲在这个山洞里面啊，这个岩石的裂缝中。而且呢，他本身这个没有因为慌乱不断的跟他的美军来进行联络，避免他的通讯被劫走这一点都表现的是很专业、很沉着、很冷静。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次能够顺利的把这个飞行员接走，我觉得有几个客观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伊朗本身的，由于被美国长期的封锁制裁，所以伊朗本身的设备装备不够先进，而且也没有办法那个装备到位所以很明显的双方的落差很大。你看他在这个监视型的这个要打飞机的这种武器，基本上不能够到每一个部队里面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也就是夜视镜夜视镜在搜捕这个飞行员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的，伊朗也缺乏这些基本的一个装备，所以武器装备相对来讲不齐全，很落后。美军相对来说它就是比较完整的。可是您看到最后的影片，被拍下来的影片，狗狗都追过去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些部队甚至有很多是民兵，拿的是猎枪他们然后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本身的武器装备不够，所以不能够用这种监视型的武器把正在起飞的最后一架的C-136把它打下来。如果当时的伊朗的军队尤其是装备比较好的军队已经赶到现场的话，那么在激烈的交战中，这个最后的这一架飞机要起飞，绝对是可以被打下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个起飞的时候速度慢，第二个距离也不够远，所以事实上是非常容易被打下来。那也就是说，美国这一次能够顺利的把这个飞行员救走，我个人认为运气非常的大就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伊朗的推断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也就是说，飞行员的位置就在这里，但是你即使采用欺敌，你也不需要出动到170架的飞机，然后在多地点里面来做这种欺敌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这个飞行员跳伞降落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目击者那么很多的目击者都看到，所以都大概知道概略的方向。那经过黄金48小时，伊朗在不断的搜索，在缩小包围圈，美军也不断的要去救援的过程中，你怎么会出动很多的所谓的这种欺敌的任务，距离200公里以外，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援助？任何人的走路都不可能，尤其一个受伤的飞行员，你说他要藏匿，要不被发现，然后你还要走200公里，我们哪那么容易一天我们走200公里。开车可能都不容易在这个山地里面，所以我个人认为伊朗的推断说你美军利用这次挽救人质的过程里面去寻找浓缩铀的藏匿地，然后想办法，要不就是把它带走，能带走的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摧毁。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性是有的所以不能够排除。但是问题就在于最后的时候，那2架C-136为什么这个会支离破碎？您看到图片上还原的
示意图。那也就是很有可能按照伊朗所说的，他们在实施救援的过程中，他们有被打到。也就这2架战机，事实上在进行救援的工作中，很有可能会有被打到的时候，他们实施紧急迫降。实施紧急迫降的情形，所以逼得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决定派第3架的运输机到现场去把人带走。那这2架怎么办呢？已经飞不起来了，飞不起来了，那当然就是把它集中在一起，以便于炸射。因为这2架的战机并不是他们本身制炸的炸弹不会造成这个现象，所以相当有可能是由美军的轰炸机在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把这2架的运输机整个都炸毁。为什么？因为不炸毁不行啊。一方面，如果说是完整的这个运输机修好了以后还能够用；第二个呢，它本身有很多的通讯，有很多的定位，有很多的机密的系统都在这个飞机上。那如果这2架落在伊朗的手中，对于美国的运输机或是对美国的美军的通讯，那简直是大大的伤害啊！门户大开了，门户大开，一定要把它炸掉。不过怪东怪西，最后川普要怪美国的记者，这说不过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当那架战机 F-15E 被击落的时候，2个飞行员跳伞，这个不是秘密嘛？然后有一个已经被接走了，这也不是秘密嘛？那他最后还要怪说那个您必须要把这个消息来源跟我讲。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部分里面没有用，因为美国的法官也不会逼的美国的记者把消息来源泄露出来。而且这件事情，伊朗甚至还自己悬赏了，所以谁不知道美国的飞官正在逃亡中呢？好，我们请教玉芳委员。就泄密最严重的就是川普本人嘛。记者会的时候，那个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想试着阻止他不要说出那个参加救援的人数，所以他自己讲了，他停了一下，他这是个秘密，最后他说出这个秘密，这秘密就好几百个嘛，好几百个救援的美军参与嘛，这样。所以你自己在泄密，你还说什么？对不对？当然，我的感觉是这样了哈。伊斯法罕这是个核子设施，这是没有错。不过呢，一般认为说，经过美国的轰炸，然后伊朗自己大概也有所准备，有人认为相当程度的浓缩铀已经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好，第二个就是说，即使如果还在原地，经过美国这样的轰炸，它已经深深的埋在地底下了。我相信不是说你派个几百名、200-300名的美军去，你就可以把它挖出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说那有没有可能他去买炸药再把它炸？其实不需要。真的你要炸它了，他就在丢这个钻地堡的这个炸弹从高空丢下来，那个打击力更大嘛，破坏力更强嘛。所以我不太认为。那他为什么出动这么多的军机？尤其第二次救第2位这个飞行员出动了170架，这个很多其实这个是很危险，你出动这么多飞机，你就变得很醒目，你就容易被攻击。你为了救一个，搞不好好几人不是被打死，就掉下来，然后就被人家抓了。所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认为1980年呢，那个 Operation Eagle Claw， 那个叫做鹰抓行动，鹰抓这个计划。我认为这个是有关，因为那个卡特那次1980年4月24日这一场的所谓要救美国人质的这个行动是彻底失败的，美军自己都被抓了大概8个人，然后自己的直升机撞运输机，那天的气候也真的是非常的坏，那这种直升机在沙漠里面真是很脆弱的啦。那不管怎么样，川普他们大概觉得说不要重蹈1980年的覆辙。我这次宁可过不要不及，所以他就出动了大批的这种飞机，大批的这个人员。最主要就是说，如果发生状况，他们可以及时把它压制。这样，我认为这个大概是唯一的这个考虑了大概就是说，为什么伊朗没有趁这个机会好好多打下几架美国军机？我同意，有些一定有被打到，只是可能不是就地坠毁就地坠毁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油珠嘛，油珠被打中了嘛，那个 A10嘛，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军事的力量是下放的，他们美国人讲 mosaic 就是那个马赛克那样一块一块的，这个地方大概就属于地方的那个军区，它在管辖，但是它没有足够的资讯
譬如雷达很多都被炸掉了，收集到这个情报，然后及时来攻击这个反击美军，所以这才让美军很顺利的这样子把人救了，然后走了。虽然付出了几架直升机、运输机也炸掉这样一个代价。但是美国的飞行员为了救这个，为了被救啊，导致于他们要是劳师的动众，130几架的飞机就只为了救一个人，这真的是合理吗？请教徐老师。对，这个美国确实是今年到至今为止啊，世界打舆论战的第一强国啊。就过去的这几天，我们都在讨论啊，美军为了救这么一名武器操控官，他费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跟冒多大的风险。但其实如果我们把故事导到另外一面来看，其实大家比较忽略去讨论的另外一个面向是，其实这证明了川普从开战以来一直讲到上礼拜的许多的表态。包括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他说伊朗的空防已经被我们消除了，伊朗的海军已经没有了，伊朗的空军几乎摧毁了，伊朗没有导弹能力了，然后现在美军可以在伊朗的境内自由的飞行。那确实他是这么说的，而且也这么做的。我们看到一些比较低速的，比如说低速的轰炸机，或者像刚刚说的 A-10 这个油猪攻击机，它包括油猪攻击机，它根本就没有夜视系统啊，在1970年代飞机，但是它都敢大胆的进入到伊朗的腹地。确实一度我们认为说好像伊朗的空防能力完全没有了，但是仍然发生了这一起这个 F-15E 被击落的事件，所以我想这也对川普来说，虽然人救出来了，但我们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冷静剂，让美国包括整个美军的指挥体系去重新评估他如果继续把战争升级，甚至大规模的把陆面部队派遣进去，然后执行这个占领这个战略要地的任务，他所可能要付出的更高的伤亡成本跟代价。我想这是第一个川普的很多这个。之前对战况的描述有一点破产。那第二个呢，我们当然也看到说，其实现在美伊之间虽然明面上大家说双方这个伊朗人尤其否认说他们正在跟美国人谈判，但实际上正式的关于停火条件或者说怎么样止战降级的意见交换的动作仍来进行，通过巴基斯坦或通过像土耳其这些中间的第三方在中间在传话。到台北时间昨天晚上，其实伊朗的官方通讯社就宣布他们已经提出了10点对于美方条件的答复。那再过了几个小时呢，在台北深夜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川普在白宫记者会承认说，美国收到了这个伊朗的回复，那么这个他们觉得有一点新意，但是仍然不够好，美国还要再考虑一下。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拜二的晚上8点是美国新设下的这个所谓的红线它会不会再往后再tackle或者往后再延期，那我们并不知道。但我相信这一次的这个营救事件双方都有一些下台阶。美国可以说一个155架飞机不计代价成本100多人救一个弟兄的美好的故事，然后呢，伊朗可以说，我们的地面的各种这个防空能力、导弹能力、打击能力，仍然能够有效的对美军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包括大家算了一下，美军光是这一次2架这个巨无霸运输机，加上这个运输机携带的几架这个轻型的攻击的直升机在那边，大概的这个光是器械的损失就已经达到了3.86亿美元。那其实也是蛮可观的。所以这个仗继续会不会打下去或者说我想这个战他们并没有演变成说这个美军的飞行武器控制官被俘获，然后演变成人质危机。因为如果进行人质危机的时候，对川普来讲，大家就可以来想象，它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政治面的挑战，那可能会激化他做出一些情绪性的甚至不合理的决定。那今天以这个事情呢，以这种形式来作为一个节点我觉得对双方可能都是一件好事。双方都有下台阶啦，但是美国虽然是把飞官给救了回来，伊朗也没有打算要停手来看到现在呢，他甚至是对这个美军的2栖攻击舰去发布了这个海上攻击，这个是伊朗的官方媒体去报道的，说革命卫队呢对美以相关的船只发动了海上攻击，已经达成威慑效果了，远离原部属海域了。而对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呢，也是一样，伊朗又再次派出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15名的美国人员受伤。而这个时候呢，沙烏地阿拉伯也宣布他们拦截了7枚朝着该国东部发射的弹道飞弹，而且伊朗还发布了这个利用阿拉蛇2无人机袭击美军在科威特的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卫星影像。我们看到这2张这个卫星影像的对比，就可以看到该基地呢有8个地点呢都遭到了袭击，包括了住宿区装备库还有直升机的维修机库等等，也通通都被这个无人机给袭击了。好，那除了这个军事设施之外呢，伊朗现在也要朝着美国企业的科技大楼来进行攻击了吗？来看到这个伊朗呢，确定他把这个
在阿布达比与美国有关的 AI 中心啊，都视为目标攻击目标。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啊，像是这个阿布达比的 AI 中心呢，伊朗之前就已经发动过空袭了，所以现在呢，他也表明了说，我们要扩大到这个海湾地区的技术基础设施，也可能都是战略目标。那另外来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亚马逊啊、微软啊、甲骨文的资料中心哦。来看到啊，他们在中东地区也是部署了很多的资料中心，现在也通通成为了伊朗的潜在目标。好，但是为什么伊朗可以现在打击越来越精准了呢？哦，好像背后呢跟中国有关哦，因为伊朗好像借助了 AI 增强的中国卫星影像，可以惊人的准确度将目标锁定在美军以及其盟军的1/3平方公尺以内啊。美国的国防情报局就评估认为了，这个中国公司使用的一款 AI 工具呢，确实已经对美国军队造成了威胁了。好，那对于川普威胁说呢，明天早上就是台湾时间的8点呢，是最后的通牒，有没有可能一不小心，一不谈好就是开炸了呢？赫格塞斯说呢，他们呢有大规模的打击行动哦，今天就要进行了，还警告说明天的空袭力道会更大。看起来啊，赫格塞斯呢是要打定了，但是伊朗的平民百姓怎么办呢？他们也要无辜的没有电用吗？我们来听川普怎么说。You've said Iranians would be mad if you stopped these attacks, but why would they want you to blow up their infrastructure, to cut off their power? Wouldn't that be punishing Iranians for the actions of the regime? The Iranians have, and we've had numerous intercepts. Please keep bombing. Bombs that are dropping near their homes. Please keep bombing. Do it. And these are people that are living where the bombs are exploding. And when we leave and we're not hitting those areas, they're saying, please come back, come back, come back. These are the people. I don't know what they do. All I can tell you is they want freedom. 川普说的这个话是有符合一般人的正常逻辑的吗？好，但是啊，川普的反常不是1天2天了，而牛弹琴的文章就分析了说呢，其实他最近呢出现了2大的反常行为哦，包括了什么呢？第一，他离奇的沉默，高尔夫竟然没有去打了，甚至传出川普死掉的这个假消息。好，第二的反常就是呢，他复活节清晨飙脏话，全美震惊。而他牛弹琴也说了，说反常背后的动作的背后暗藏玄机。川普48小时的最后通牒已经是第4次推迟了，所以他接下来是真的要撤军，还是真的要扩大打击了呢？但是啊，有一件事情对他是最致命的，那是什么？那就是民调了。来看到 CNN 的民调指出呢，13% 的川普选民表示他们非常后悔投票给川普。但是呢，仍有21% 的川普选民表示，他们对于自己的投票依然是充满信心，但是也承认是有一些担忧的。好，如果民调一直持续的下滑下去，川普有可能会收手吗？明天早上8点，川普真的会进行全面式毁灭的打击吗？请教赖教授。我们的股市是告诉你说那个不会的啊，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川普啊，这个每次都是最后通牒啊，这是最后一次给你时间，从48小时加5天，再加10天，最后又延1天，所以台湾的股市面对于这个放养的小孩川普，已经多次被骗了，这一次我们就不被骗了啊。那当然我们也要来考验台湾的股市明天的心脏够不够强。如果他打了，很多人就说怎么这一次却判断错误呢？以前我都被吓到了就是拼命的出场，这次我反而逆向操作进场了，结果我反而倒霉了我不晓得现在看会不会被套牢。不过我们看到，由于这个伊朗的反舰导弹的精准度不够高，所以他打林肯号航母没打到然后打这个2栖攻击舰，因为这个2栖攻击舰是从横须贺军港日本运过去的也没打到。但是它产生了一个有效的功能，就是让这个林肯号航母跟这个2栖攻击舰为了避免自己的风险太高，所以就脱离了战场都开到了印度洋周边的地方，也就是距离1000公里左右的地方。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更不利于他们要突然间决定要发动地面部队了。因为如果川普要决定发动局部的地面的作战的话，
这个航母跟两栖攻击舰要往前推的啊，因为不然的话，你2500多名将士怎么样把它投送到这个地面上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有部分的牵制作用，但是影响不了整个战局。可是问题就在于对于地面的也就是说固定基地的，由于美国的防空设施已经越来越弱了，它的防空导弹的能力越来越弱，不管是萨德系统，或者是海上的神盾的标准系统，或者是爱国者3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的情形下，我们看到伊朗的有效的突穿，那么对于美国在沙特、阿拉伯或者是在海湾国家的相关的军事基地，它的攻击的有效性一直在升高了。过去伊朗可能不容易打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但是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战果不是飞机被炸掉，例如说前几天我们看到的就是3架这个空中加油机被炸毁了，2架预警机被炸毁了，这个都是损失惨重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是装备库、武器库，还有这个人员的宿舍都被炸到。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情况是越来越不利，因为它的防空导弹如果不能够再赶快补上的话，这个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一直被攻击的情形下，这个对美国是相当不利。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大家都在等明天早上8点因为川普有说了，明天早上8点将要让伊朗陷入地狱般的境况，要对于伊朗的所有的发电厂、所有的桥梁，可是伊朗的发电厂有上百座，桥梁有上千座都要摧毁。可是美国现在的轰炸机并没有办法有效的都完全在伊朗的境内，那要打这个桥梁的话，它还是要用战斧巡弋导弹。可是美国战斧巡弋导弹的库存量不到一半了这是在3天前所公布的，这已经是3天了那3天前所公布的战斧巡弋导弹已经不到一半的库存量，它必须要从很多的战区，例如说像太平洋战区、印太战区、欧洲战区来调补，然后进入这个中央战区来使用。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他们已经在拉警报了，说如果你要把现在已经消耗掉的1000枚战斧巡弋导弹补足，要2到3枚，2到3年。那请问一下，你如果在明天8点钟打下去的话，那我们还要几年才能补够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要打掉几百枚。第二个问题就在于伊朗的反制会不会造成你的很多的美国公司的受损？这个也是大家都在等待看明天8点之后的美国军事行动。好，所以川普有没有可能他炸了1座桥或1个发电站，就宣称自己已经让伊朗陷入地狱了呢？请教玉芳委员。外国评论家是有讲他把这个飞行员2名都救回来以后，所以他可能变得更加的骄傲更加的猖狂这样子。那我觉得以川普的个性不管有没有救回这些飞行员，我认为他还是认为美国有能力靠着轰炸的方式逼迫这个伊朗最后这个妥协。不过看起来伊朗是不想妥协，因为最主要是没有互信的基础了。伊朗会觉得说我跟你妥协，可能最后我还是免不了这个败亡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川普你一边讲就一边打我几乎每一天都打我那你讲那个说我给你什么5天，给你什么再延后什么几天，在那个期间你们照样攻击尤其是以色列所以川普大概伊朗他们觉得说，我这样子无条件式的这样的投降最后换不了什么，只会让我伊朗的这个命运更加的这个惨烈而已。所以这次战争就变得非常的丑陋非常的 ugly。你看专门这个伊朗，当然它的无人机、飞弹也对着民宅也打可是你看你美国，你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你应该比较能够守所谓的战争的游戏的规则嘛。结果你公然当总统呢，公然讲说我炸你的桥，我炸你的炼油厂，我要炸你的电厂，你炸这个东西倒霉的是百姓尤其你刚才讲的那些话，说什么这些人都住在我们轰炸的地方，就住在附近我们停止不炸，他们说炸你们要继续炸你觉得
伊朗人是神经病疯了，他们有被虐待狂，会希望说美国的飞弹继续炸，就炸在我家的旁边，哦，看这样子有没有办法把伊朗这个政府给推翻掉？这不可能的事嘛！你做了民调吗？对不对？所以，但是从这你就会看得出，川普是这一条路他是走到底，这一条黑暗的路他从头到尾会把它走到底。所以这个战争哦，我看会继续延续下去。这个战争权利法，美国战争权利法只允许美国的总统在没有经过国会宣战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在海外用兵60天，必要时候再给你延长30天，就是90天。90天以后，你这个战争就不能再进行了。可是呢，我看川普大概不管延不延续这个仗，真的，我说实话，现在原本最乐观的都认为说这个战争双方都已经撑不下去了，应该很快就会到达尽头，战争会停止了。可是你看，一天一天都在进行，每一天都在进行。川普很多的这个最后通牒都只好收回来，再延长，然后再收回来，然后再延长，再收回来。对，你就知道这个战争真的在人类历史上很少看过一个战争，一个很糟糕的战争，早就打不下去的战争，却不停的继续在打。然后呢，对这个人民的伤害，对民众的伤害，对基础设施的伤害是如此之严重。我只能讲说，这个人类真的是看了这场战争以后，就会觉得说，我看了疯狂的不是只有伊朗，连美国都疯狂了。的确，最疯狂的可能就是川普了哈。但是呢，他的最后期限，明天早上台湾时间的8点，他会不会真的开炸，还是又 tackle 了呢？请教徐老师。是，其实啊，昨天这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啊，它是这个全球每个国家有红会嘛，那全球的红会呢，各国的国会它有一个上层的一个协调的总机制，那就是这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它的主席昨天就发了一个声明，他就说，不管是言辞恫吓还是采取行动，不加区分目标的战争，都是与国际法不相称的，都是违法的。哦，他其实没有点名川普，但说的就是美国这种扬言。当然，美国跟伊朗现在都互相威胁啦，要针对对方的这个民用设施来进行攻击。那其实这个所谓的战争法，或者我们讲国际人道主义法，它其实最重要的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说要区分平民跟交战员啊，作战员跟平民啊，就是军用目标跟民用目标也必须区分开来。那包括1949年的这个日内瓦战时人道主义行为公约，它就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需要阻止平民获取安全的水跟食物的这样的行为，都是不能被攻击的啊。但是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写在这个条文里面。那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川普，刚刚这个运成播的这个视频也看到了，当记者在问川普说，你这样做有没有违反国际法的时候，川普他选择闪避这个，他回答是他们叫我打呀，所以他其实不敢去承认，就是说美国做出这样的言辞恫吓其实是威胁，也违反了国际法的这个基础。那这一次呢，其实美军的损失啊，截至到2天前吧，大概美军的伤亡是13个人左右，阵亡13个人左右，那有365人受伤。那伊朗方面是宣称啊，他已经有超过上千人，包括平民，包括这个作战员死亡。那有一个比较令人难过的消息是传出啊，在美国的跟以色列连番轰炸之下，现在伊朗有30所大学遭受了轰炸。那其中包括5名教授跟60名大学生。那当然，这个美以方面对伊朗的大学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他的理由是说，这些大学实际上都有军工的目的，它帮助了伊朗在发展它的核能力或导弹能力。但是这就让美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拍案而起来，他说，美国的顶尖大学，包括 MIT 也都是啊。如果说一所大学因为他的毕业生或他的研究员跟他的国家的军队有所合作，那就要被打击的话，那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是有资格存在的。那所以这个其实针对平民设施、针对民用设施的打击，现在也成为越来越棘手的美国要去面临的国际人道主义压力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伊朗有一位传统的他的民俗音乐家，他就带着他的乐器，一个像是叫塔尔琴的东西，他就坐在了一家这个伊朗的发电厂前面，就说：“那我就在这边演奏，然后我开了直播。如果美军要攻击这个核电，要攻击这个电厂，那请跟着我一起打。”那最后我们看到啊，这个讲到中国大陆的角色，那我想这个大陆是不是有在背后出手？我想有一点美国认知战的作用啊。因为其实我们去看大陆外交部的网站，最近这几天，王毅就大陆的外长都不断的在跟有关各方的国家的外长进行非常密集的通话，从俄罗斯到欧盟，从沙烏地阿拉伯到
巴林，巴林现在是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的这个轮值主席。那坦白说，用逻辑倒推一下，如果区域国家真的认为说中国大陆在伊朗背后去介入这场提供图资方介入这场战争，那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做一个中立的调人啊。所以我觉得这有一点认知作战的成分。不过现在伊朗呢，可能真的只会听中国的话了吧？好，我们会看到啊，现在以色列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好，因为呢，伊朗又发动真实行动4的第98波攻击了。那他们的打击目标包含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北部和南部、海法战略中心、贝尔谢巴的化工企业工厂，还有以军在佩塔提克瓦的驻地。而且伊朗声称啊，过去一天呢，袭击以色列北部，100%的可以没有被遭到拦截，完全没有被遭到拦截。他说呢，在北部的这个海法的炼油厂啊、电力设施啊、港口还有铁路等呢，被伊朗的导弹给轰炸了，而且没有任何的导弹被拦截的消息耶。以色列呢，似乎呢已经放弃了北部城市，似乎已经承认了失败。好，那至于以色列的南部呢，以色列的国防军也证实啊，伊朗向南部发动了弹道飞弹攻击，这是伊朗近12小时后呢，再度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击。现在啊，以色列呢已经成为了弹道的一个集中地了吗？我们来看到居民一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这个画面看了真的是让人觉得怎么这么反差这么大哦！一名女子呢，她从车上下来哦，没有过多久的时候，一枚飞弹就落在她的附近。那女子呢是马上被冲击波给掀倒，但是呢，她随后呢又站了起来。好像这已经成为了以色列民众的一个日常生活了。好，但是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嘛，所以以色列现在也称啊，他们要加速生产箭式系统的拦截弹。好说呢，会为不断变化的战况来做好准备。而现在以色列呢，也是不断在反击伊朗哦。怎么反击呢？去轰炸他们的最大天然气设施，战略轰炸，要来削弱伊朗的续战能力。好，以色列周一的时候呢，大举轰炸了伊朗庞大的南帕斯天然气田内的一座关键石化厂，显示啊，以色列呢已经从聚焦军事目标的战术啊，逐渐变成要摧毁伊朗续战工业能力的一个战略轰炸了。不过以色列也说呢，其实啊，他们也正在等川普点头哦，因为他们已经拟定了未来数周的额外计划，等待美方放行，甚至啊，以色列的军事部署呢，都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而以色列还说什么？说呢，他们已经把这个革命卫队的情报头子给炸死了。好，伊朗的领导层呢，是一直都处于以色列的打击目标当中哦，他们呢会继续的追捕他们。但是你这样子斩首，伊朗有在怕吗？金融时报就说了，其实伊朗是一点都不怕你这种暗杀啊、斩首的行动的，因为呢，他们靠的是马赛克防御。伊朗的军事力量呢是分散的，由各个地区的领导人去领导，就是所谓的马赛克式防御战略。伊朗是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啊，建立这一套系统。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这场战争会到来，那么马赛克式的防御呢，就能够让伊朗自主决定战争的节奏和结束方式。好，那不仅仅是跟伊朗打仗哈，现在这个黎巴嫩南部呢，真主党呢也派军来袭击以色列。好，所以呢，以色列国防部呢就宣布呢，向黎巴嫩的南部部署第98师，好，是参与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地面行动的师级部队啊，增至了6个。那第98师呢，是伞兵啊，还有突击部队组成的一个精锐部队，在上周呢，已经展开了针对性的一个地面行动了。不过啊，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了新影片，说什么？说啊，他们在这个拉萨夫方向啊，使用了自杀式 FPV 无人机，就这样子击中了以色列的坦克车一辆这个梅卡瓦，还有一辆埃坦的假装车，一个无人机就可以把坦克给炸毁，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呢？美国的记者就说呢，他们转述了真主党宣称的数据，说什么？以色列的国防军在黎巴嫩境内12天的损失啊，是高达了134枚坦克，总估计啊损失是8.04亿美元呢。军事博主就说了，说黎巴嫩不太可能拥有这么成熟的技术，使用这个无人机就可以去炸毁这么多的坦克。他怀疑以色列呢，
怀疑这背后是有大国在出手，不论是提供技术还是经验。又或者呢，其实这个数据呢，只是曾组长自己在碰风而已。但是啊，这还是让人家觉得很震惊哦。无人机可以把坦克给打坏。我们请教赖教授。以色列由于在这么长的1个多月的时间哈，尤其是在前几波，它大量的消耗了它的防空导弹能力啊，不管是舰式的高空的啊，或者是它的最低空的铁穹的，它已经经过大量的消耗。过去美国也曾经协助过以色列，说我要帮你建立总共是7道的防卫体系，但是现在美国自己本身也自身难保，以色列它的舰式的发射器跟导弹数量也越来越不够的情况下，以色列在上个礼拜他们制定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说他们的导弹系统只防卫最有军事价值的目标，换言之，也就不具备有军事价值的目标。他们基本上来讲，可能就爱莫能助了。那这样的一种决定，其实使以色列的平民百姓，还有他的化学厂、石化厂都陷入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步了。那在这一次海法的城市被攻击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2股力量对于以色列的海法这个进行了攻击。一个是黎巴嫩的真主党，黎巴嫩的真主党也让以色列非常的惊讶。本来以色列认为黎巴嫩的真主党其实已经不具备有强大的攻击能力了，因为他们认为经过以色列这样的扫荡，还有以色列这样的轰炸，甚至以色列的部队都越过边界进入了南部的一个地区，那理论上讲，这个真主党应该没有强大的作战能力，怎么那个真主党还可以用火箭弹对于以色列的海法进行高密度的一个攻击？这个让以色列真的是惊讶。那这个短程的，也就是用火箭弹的方法来打。过去以色列都可以用这个铁穹来拦截，但是因为现在铁穹已经没有办法去保护平民百姓的住所跟他的这个居民点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讲，他们承受的这种冲击跟残破不堪的城市就揭露出来了。因为这些画面在过去以色列少见的。但是现在以色列没有办法再封锁这个新闻了，所以它的城市被攻击的情况就显露出来。另外一个，伊朗采用的这个中程的导弹是对于有价值的军事基地，也就是以色列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或者是对于它有价值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攻击，然后这个攻击的力道也越来越成功，突穿的能力也越来越大，所以逼得以色列它必须要加紧去生产制造这个舰式的，因为舰式的导弹是属于比较高空的导弹，就是为了拦截伊朗的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而不是拦截这个真主党的火箭这个火箭弹，那不一样的一个作业系统。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跟不上进度，你的生产数量跟不上进度，所以以色列面对的困境是越来越高。最后，您提到有关于以色列的坦克被打，这是最近传出来的消息。有在一次的战役中，以色列被打掉、被歼灭的有20-30辆坦克。那有这么一个消息出来，这个还要证实。但是真主党使用无人机有效的攻击这个以色列的坦克，这个画面放出来的时候，确实让很多人很震惊。原因在哪里？最有实战经验的应该是俄罗斯跟乌克兰。那有人就高度怀疑，是不是俄罗斯把这个技术经验，那么移交给这个真主党，这个不能排除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讨论。伊朗宣称以色列北部已经没有办法去阻挡他们的导弹了，100%可以这个进入到以色列，是这样子吗？请教玉芳委员。那伊朗为什么可以撑这么久？其实这回归到一个战争的一个本质啊，战争本质就是质跟量的问题。你像美国跟以色列，他们的武器的质当然是好很多，比伊朗好很多。可是伊朗是有备而来的，他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所以他就储存了很多的量，无人机多到外界现在都讲不出多少了。飞弹也是，之前说他经过去年的那个战争以后，大概他的飞弹，以色列说干掉了一半，他大概只有500枚吧。后来在调整的时候大概1000枚，就是说大概还有2000枚。
甚至比2000枚还多，因为他一边打一边在生产。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伊朗是有备而来，他知道我武器没有你那么好，我就用量来弥补嘛，对不对？我就不断的打，然后你就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所谓的剑3 Arrow 3来拦截？因为他是在外大气层外面进行拦截了。可是你知道这个飞弹非常的贵，对，最早的时候是200万美金一枚，或者是300万，现在已经叫价到400万美金一枚了。那你打那伊朗他这个飞弹搞不好就几十万一枚打过来，你用几百万美金去拦，那你去想想看看，这个战争撑到最后其实就是一切回归到钱，你是用不完的钱吗？你像川普，你现在就没有办法跟人民交代，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的国防预算？你没有办法交代啊！他就讲啊，他的国防部长说啊，杀坏人是需要花钱的啊，但是你百姓听得下去吗？我汽油在涨，我天然气在涨，我的杂货买什么东西都涨，肥料在涨，而且还不见得买得到，因为这个战争的爆发。然后你要给我多要这么多的钱，那你告诉我杀坏人要钱，我看你们才是坏人吧？谁让我生活这么痛苦，谁就是坏人，对不对？所以伊朗最后就是用它的数量来弥补它的质的不足，所以这个战争继续撑下去，就是在打钱，每人在消耗钱。那你伊朗当然不需要跟人民说我要增加多少预算，可是你美国是需要国会同意你要追加预算什么的都要国会同意。那你想这个战争继续持续下去，美国人民有可能不断的毫无终止的这样支持你，不断的拨钱给你去打坏人吗？好，不只是美国啦，我看以色列的人民呢，现在也已经是被打到不知道生活到底是怎么样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坚持打下去的以色列，他们的战术到底对伊朗有没有效？我们请教徐老师。是这几天我关注到一篇重要的文章啊，是由这个伊朗的前外长这个贾瓦德扎里夫，他在美国外交事务这个杂志的网站上4月3号发表的。他提出了一个个人的所谓这个谈判方案的一个解方。那当然他现在虽然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具名提出啊，不代表伊朗的正式的谈判立场，但我觉得也是一个风向球。那他就说了，这个仗打到现在虽然很惨烈，但是有可能使得谈判变得更容易。为什么呢？第一，通过这场战争，让美国意识到了伊朗的核导能力，它的分布太广，而且扎根的根基太浅，准备了47年啊，就是为了跟美国打这一仗，所以没有办法光靠空袭的行动去彻底的清除。第二个，他说美国现在也意识到，就是说伊朗虽然一大堆的领导层的要员被暗杀，但是呢，整个伊朗内部也好，或整个所谓的抵抗之湖，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包括胡塞组织在也门，它的整个协同能力、协同作战能力并没有垮掉啊，甚至是这个大家注意到真主党的这个作战能力，其实也比大家想象的好一点。